咦呀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注意看，眼前的老外正是被加拿大掏100万美元请来的顶级打手。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，自家派出的5位选手连海选都没有通过，丢了面子之后，更是出高额奖金聘请神秘打手，就是为了能够打穿中国拳坛来夺回金腰带。但是让人没有想到，这个神秘打手竟然在第1场比赛中就被 KO 终结。如果不是中国选手心软，恐怕他下辈子就要躺在重症监护室了。本场比赛的中国方选手名叫李辉，是一位从小就在草原长大的孩子，这也导致他有着过人的体能和让人震撼的恐怖力量。自从接触了搏击这项运动之后，他更是彻底放飞了自我，在内蒙古也是拿下连续多届的冠军头衔。不过这次他要面对的选手可是不一般，他就是被加拿大拳坛出100万赏金请来的顶级打手，同样也是加拿大搏击界的传奇，从最早的一名管道维修工化身成加拿大拳王。他只用了短短5年，其背后的努力和辛酸更是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如今以身价100万的顶级拳王身份站在擂台上，发誓要好好的给李辉上一课。那么你认为李辉会有怎么样的精彩表现呢？镜头一转，比赛也是正式开始。身穿黑色上衣的这位正是加拿大100万拳王，红色方则是咱们的天才少年李辉，两人的差距也相当明显。李辉虽然年轻，但却有着更为充沛的体能，不过在比赛经验这方面肯定是不及对手。两位选手在走上擂台之后，也是开始积极的内围试探。不过德里克的打法明显更为成熟，不但控制了安全距离，更是能在第一时间用组合拳去追击李辉，不愧是加拿大拳坛的最后一张王牌。如果德里克能够赢下这场比赛，他将会直接抱走200万美金的赛后嘉奖，这对于任何一位拳击手来说都十分的具有诱惑力。所以为了这场比赛，德里克更是下足了功夫。也是一个励志人物哈，是，就是告诉大家说，只要你废的，对你只要坚持哈，哇，太励志了。对，然后他是在2009开始恢复训练的，目前呢31胜8负，是3次 KO。李辉。他的特点就是这个力量比较大，是从2016年开始，打武林风，跟随武林风远征布拉格还有罗马尼亚，他自己身为加拿大拳坛的最后一张王牌，德里克的实力确实不一般，要不然也不会出100万奖金将其给聘请过来。不论是格斗技巧还是战术，明显的感觉到他能够力压李辉一头，出拳速度相当之快，并且还都能轻松的命中李辉。不过李辉虽然在短时间内被压制，但是他的身体素质极强，从小就在大草原练习摔跤，所以抗击打能力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媲美的。面对出拳力气极大的选手，他更是表现出一股子倔脾气，遇强则强，遇刚则刚。今天就是要和他比一比谁的拳头更硬。就是对于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德里克来讲，李辉的确是新人哈，经验不足。所以从战绩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李辉有2胜2负的战绩，而德里克31胜8负，还有一次平。李辉就不管对手是不是老将，是不是很厉害，他就是打自己的组合这一次他是跟吉祥一块训练的。两人的实力差距明显，虽然说李辉在战术打法上落后，但是在体能方面可是遥遥领先，甚至说完全压制老将德里克。目前也是连续出拳寻找机会压制对手，只要出拳的密度够高，就一定能在短时间内将节奏给扳回来。这样的战术打法也很有效果，只要拿到属于自己的节奏，就一定可以奇迹般的获得比赛胜利。还有10秒，是还有，这个咱忘了，这个李辉也没揍他，不然被 KO 掉就很冤枉了。对，就打得太专。德里克的这个经验的丰富哈，但是李辉也不怕他啊。对，这个我们的德里克组合多，那我们的李辉一样，哒，机关枪就打进去了。是的。千钧一发之际躲过了。你看他的拳套早就在那边等。现在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李辉仗着自己的体能优势，终于是将比赛节奏给夺了回来。不过用这样的方式压制对手，早晚会有漏洞出现。毕竟德里克可是加拿大的拳击界神话，5年前的他还是一位名管道维修工，背后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走到了今天。所以在他眼中，肯定对李辉的打法有着自己的理解。调整战术之后，更是以同样的方式对李辉开始施压。这个地盘很重哦。今天2位棋逢对手真的都好硬啊，好难打。
蓝方今天都是实打的，他过去呢假动作会比较多，那今天可能觉得假动作对李辉没用了，对，就直接来实的，对，就只能用这个拳头来这个说服李辉了。好，这个双方选手的出拳速度也越来越快，看样子都想通过自己的拳法来压制对手。不过从目前局面来看，谁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取得大比分优势。不过对于台下拳迷观众来说，高频率的组合换拳也让大家看得十分爽快。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咱们的中国小将能够和眼前的100万拳王打得有来有回，真是出乎预料。摇闪，对，好，刚用了一个泰式的技巧，把李辉整个人往下拉。哦，接臀，漂亮。哦，果然是个老将，真的不好啃。虽然李辉出拳凶狠，可是呢，这个老将都没在怕的。看起来刚刚李辉的一波猛攻像是有效果，但是呢，还很难讲。是，有些老将啊，会有一些的方法来骗你的。现在德里克用步伐啊来缓一缓自己的一些情绪跟一些体力。10秒。哦，漂亮！李辉打到一拳。现在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德里克的战术本来是想要在第2回合就拿到绝对的优势，不过目前来看，他的战术想法可能要破灭了。毕竟在第3回合，他的体能严重下滑。反而李辉和他恰恰相反，身为一名年轻小将，不论是体能还是节奏，明显都更有优势。李辉也知道自己的优势，所以在这回合一开始就主动前压。看来在他眼里，想要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是迟早的事。就连台下的加拿大拳迷都没有想到，一位中国小子竟然这么能打。这个老将到第3回合一样非常的顽强，很难想象啊，当初医生宣判他不能走路时候到底什么样子。那现在已经变成生龙活虎的一个很厉害的格斗家了。是的。还有个手肘，一个小被，就是他是这种连续的而且他手肘是有点顶这个李明辉的李辉的手臂，而不是他的头，但是一样被我们的牛裁判给抓到了。是。因为这是一个小小的拳击技巧。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，德里克也意识到自己体能出现问题，一想到自己可能要和100万奖金擦肩而过，他就开始心态炸裂，从而导致他在剩下的时间里出拳杂乱，也完全无视了自己的战术安排，开始慌乱的出拳，一门心思就想着用自己的拳头来 KO 李辉。不过在情急之下，李辉也发怒了，一拳将他给打翻在地，德里克的心情也瞬间变得低沉。场上出现这一幕，也证明了德里克不可能再赢下这场比赛了。没办法这个老将急了，瞬息万变，急了就被李辉抓到机会了。对，要调整一下，要调整一下。对，这德里克也别无选择了，只能拼了。对，糟糕，又撞了，应该不行了，撑不住了。短暂的这个昏眩之后呢，看起来德里克又恢复了一点点功力了。哇，这个就是比赛真的是瞬息万变，当出现情况之后，你的心态的调整是这个很重要。哇，有点晕哦，也是体力大幅下滑，反应跟判断力都已经不够了。还有最后的几秒钟。好，恭喜李辉，应该没有特别的意外了。最终比赛也是终于结束了，李辉奇迹般的赢下了这场比赛，反看德里克却因为丢失100万奖金，从此一蹶不振。看来打比赛最重要的就是心态。那么你认为李辉的实力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